鲨鱼！乡亲们都看看，我这鱼昨天还好好的，陆渊的破生马一响，今天全死了。陆渊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老子就把你那破机器拆了。不能拆，声纳一拆，等外海的鲨鱼群进来，你们一条鱼都保不住。再说了，这鱼是缺氧憋死的，跟声纳没关系。你装什么专家？我看你就是眼红我们赚钱。王老板可马上来收购了，这声纳不拆，要是你们的鱼出了问题，那可就没地方说理了。辛苦了1年了，这鱼可不能出事啊！陆渊啊，要不你这声纳先拆了吧。哥，外海3号浮标又爆。这几个红点儿，就敢说是鲨鱼？咱们这片海多少年没见过鲨鱼了？就是，赶紧把声纳拆了。既然你非要拆，就把这个给签了。免责协议，陆渊，你又想干嘛？免责协议，声纳关闭后，如果鲨鱼进入养殖区，造成网箱损坏、鱼群死亡等一切后果，都由签字人自行承担，与我陆渊无半点关系。这要是真有鲨鱼，咱们可怎么办呀？要不，咱们再想想。大家别听他放屁，他这就是在吓唬咱们。什么狗屁鲨鱼，老子第一个签！收购商明天就来验鱼了，你们不签，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哭都没地方哭。乡亲们，别被他一张破纸吓住了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怕他个球！签！签！我还等着鱼卖了钱娶儿媳妇呢。哥，你快看，鲨鱼群在2号浮漂附近停住了，他们在等什么？他们在等我们关声纳。看清楚了，全村30步一个不少，别拿鲨鱼吓唬人了。现在赶紧把那破机器给我拆了。最后提醒各位一句，声纳一关，外海可就没了防线了。赶紧把你的破玩意儿拆了吧！走，去盯着他拆。别磨蹭，赶紧关！希望你们不会后悔。给我打！终于清静了，爸，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收购商就来了。赶紧打电话给老赵，让他把库房里所有的重型钢网和固定灯全运过来。他们想死，咱们得活。哟，大家快来看看咱们的陆大专家，真是有钱没地方花了，给自己造铁棺材呢，弄这些破铜烂铁有什么用？就是，咱们这片海太平的很，哪来的鲨鱼？外海防线已经没了，不想倾家荡产的话，最好赶紧打捞。放屁！现在捞上来，一斤少卖好几块，你就是想骗我们提前捞，好让你自己卖高价。大家别理这个疯子，咱们的网墙都好好的。明天收购商一早准时到，大家就等着发财吧。哥，不好了，2号浮标报警了。强哥，这网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？都发臭了！废什么话！赶紧把这些死鱼全挑出来扔了，别让明天来的收购商看见。强哥，陆渊不是说外还有鲨鱼吗？要不咱们拉回岸上埋了吧？放屁！拉回去还得雇车花钱，就扔网墙外头。哥，
水质监测仪报警了，近海区域的血腥指数突然爆表。所有人加快速度，把最后一道钢网焊死。哥，指数还在飙升，鲨鱼也朝着这边过来了。孙强这个蠢货，把死鱼倒在近海，等于给鲨鱼群撒了诱饵。全村注意，陆源发来警报，外海防线已被突破，鲨鱼正逼近近海，马上提前打捞。不管了，能捞多少是多少。站住！谁都不许去！你们是不是傻？陆源就是嫉妒咱们明天能卖高价，故意放假消息吓唬人。可是强哥，万一真有鲨鱼，咱们大半年的心血就全完了。万一什么？现在捞上来，明天王老板验货就不新鲜了，一斤少卖好几块，这钱你出。已经没时间了，你们现在打捞，我的冷链船可以免费借给你们运鱼。免费？谁现在敢去捞鱼，就是破坏全村的统一收购价。到时候王老板不要咱们的鱼，我让他全家在村里混不下去。走，去网仓边守着咱们的摇钱树，明天一早咱们就都是百万富翁了。强子，这批鱼成色极品，明天王老板一来，咱们就发了。看这鱼不是好好的吗？陆渊就是嫉妒我们赚钱。这陆渊安的什么心？哪有什么鲨鱼？少卖的钱他赔吗？还让咱们提前打捞？幸亏咱们没听他的，不然这几十万就打水漂了。哟，陆渊，你的铁壳子建好了，防住鲨鱼没啊？今晚过后，别怪我没提醒。呸，真能装！大伙儿今晚踏实睡觉，明天就等着数钱吧。谁在那儿？就这，老子还以为真的有鲨鱼呢。我就知道陆渊这小子是吓唬人的，哪有什么鲨鱼？强子，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？爸，海豚！刚才有海豚来了，我还以为是鲨鱼呢。哪儿呢？网箱破了没？破个屁！就几条小海豚，被我随便敲了2下，给吓跑了。陆渊那个废物，还说声纳一关全村都得完。老子明天就让全村人看看这个大鲨鱼！乡亲们，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陆渊嘴里说的大鲨鱼。昨晚半夜我以为真有鲨鱼摸过来，哼，结果呢，就是几只小海豚。哎呦，就几只海豚呐！就是啊，陆渊也太能吹了。我早说了，咱们这片海哪来的鲨鱼？陆渊那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们发财。你昨晚赶跑的，只是被鲨鱼追到这里的海豚，真正的鲨鱼群还在后面。1号浮标传回来的数据，鲨鱼群正朝这里逼近。少拿这些破玩意儿来糊弄人！陆渊，你那破机器已经被拆了，还想拿这套把戏吓唬谁呢？王老板来了！王老板把合同一签，老子就发财了！哎呦，王总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看看我这3文鱼，个顶个的肥。王总，您放心，我这鱼况好得很。不错，成色确实好。孙强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浦东网箱扛不住鲨鱼群。鲨鱼？你们这儿有鲨鱼？陆渊，你他妈少在这放屁！你就是见不得老子发财！王总，您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我这网箱结实的绝对没问题。是啊，王总，咱们这片海太平的，哪来的鲨鱼啊？行，这批鱼我全要了。不过，咱们得签个合同，明早交货。要是交不出约定的数量，如果无法按时足量交货，需要赔10倍违约金。10倍！强子，10倍违约金，这要是万一出点啥事儿，爸，你就是越老越胆小，这能出什么事儿？看见没，陆大专家，100万，明天一早，老子就是百万富翁了！你就在你那个破铁笼子里，
和你的鲨鱼过一辈子吧。今晚最好别睡太死。呸！老子今晚就睡在平台上。哥，真正的鲨鱼群过来了。哥，这不是几条，是一大群啊！他们闻着鱼腥味来，目标就是养。哥，钢网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双层钢网可是白装。咬不穿我的，就会去咬别人的。哥，他们换方向了，坏了，他们冲村民的普通网箱去了。那边没有钢网，根本挡不住。等明天把鱼卖了，老子就是百万富翁了。陆渊那个穷鬼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什么鬼天气？明天收购商的船别进不来了。风浪这么大，把网箱都刮破了。不是风浪，这动静不对。我的鱼！强子，强子，你快出来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风浪把网箱刮破了？这不可能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咱们的鱼全没了。我的鱼，肯定还有没破的。我的鱼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把我的鱼吐出来！强子，你干什么？别过去！是跟你们拼了！老子打死你们！把我的鱼还给我！强子，你疯了！那是鲨鱼，你下去就是送死啊！100万，放开我！那是100万啊！明天交不出货，咱们得赔10倍，10倍啊！强子，躲开！这是什么怪物？这么大！好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死吧！强子，咱们的鱼全没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早知道就不该逼陆渊产生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合同，明早收购商就要来交货了。每个月金1000万，我拿什么赔？我拿什么赔啊？1000万，咱们把船卖了赔不起呀！我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的，养什么三文鱼，不该逼着陆渊产生的。现在怪我，当初不是你说陆渊是吓唬人吗？不是你带头签字的吗？极品三文鱼啊！
全没了，一条就能卖好几百块呀！哪知道真有这么多鲨鱼！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1000万，把咱们俩卖了也赔不起呀！原谅了，走吧，还剩下些话。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孙强，我的鱼呢？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昨晚出了点意外。是啊，王总，昨晚风浪太大了，网枪不小心破了个口子，鱼跑了一部分。疯了！你当我是瞎子吗？这是被鲨鱼咬的。清点损失，按合同办。王总，现场网枪损毁率超过90%，存活鱼量不足合同约定的5%。根据合同第3条，如乙方无法按时足量交货，需按总价的10倍支付违约金。那就是1000万！王总，您行行好，10倍违约金就是1000万啊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！王总啊，您看看我们家这网箱全被鲨鱼毁了，我们已经是倾家荡产了，您就高抬贵手宽限我们几天吧。我不管你是被鲨鱼咬了还是被雷劈了，我只认合同，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。王总，我求求您了，我真没钱啊！我把那2艘渔船抵给您行不行？就你那2艘破船，连个零头都不够，没钱，没钱就拿你的房子抵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见不到1000万，咱们法院见。3天去哪儿弄1000万啊？凭什么他一点事没有？走，回村找大伙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那几箱虾呀，全完了，这大半年的辛苦全白费了。早知道昨晚就听陆渊的，提前打捞了，现在连个本钱都没捞回来。这事儿全怪陆渊。老孙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明明知道有鲨鱼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咱们？你们看看他那铁笼子，他自己建钢网，把鲨鱼都挡到咱们的网箱里来了。他这是故意改变鲨鱼的路线，拿咱们的鱼给他挡灾啊！乡亲们啊，陆渊他明明有办法防住鲨鱼，却只护着自己，眼睁睁看着咱们倾家荡产，他这是见死不救啊！对呀，凭什么他的鱼没事，咱们的鱼全完了？他这是踩着咱们的尸体发财！走，找他算账去！陆渊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建钢网把鲨鱼逼到我们网箱里，你必须赔钱！陆渊啊，你明知道有鲨鱼，却只顾着自己发财，眼睁睁看着全村人倾家荡产，这心也太狠了！乡亲们，今天他不赔钱，咱们就砸了他的平台！哥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明明是他们自己逼你关的声呐，现在居然倒打一耙。现在跟他们讲道理没用，把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打开。好，全打开了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该算账。陆渊，我家2亩网仓全毁了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陆老板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
我们一般见识，我们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明知道有鲨鱼，就自己建钢网躲起来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说法。陆渊，你建钢网把鲨鱼全逼到我们地里了，你这不是故意害咱们吗？对，必须赔钱。喊完了吗？当初是谁逼我关的声呐？是谁阻止大家提前打？走投无路，当初你们拿着铁锤砸我设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你少在这转移话题。就算我们让你关，你也不能建钢网害我们。害你们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的贪婪。瑶瑶，把东西拿来。孙强，把上面的字大声念给大家听听。这东西怎么还在？你亲手签的字，按的手印，怎么会不在？那都是你拿鲨鱼吓唬我们，故意诱导我们签的，不算数。村长，你来念。免责协议：声呐关闭后，如果鲨鱼进入养殖区，造成网箱损坏、鱼群死亡等一切后果，都由签字人自行承担，与陆渊再无半点关系。那你拿鲨鱼吓唬我们，谁能想到真有那么多鲨鱼啊？这白纸黑字的，村长，这协议根本就是他陆渊下的套！你给我闭嘴！全村人的脸都被你们父子俩丢尽了。我告诉过你们后果，是你们自己不信。我不管，就算我签过，你建钢网害了我们，你有钱就该赔。你想讲人情，我跟你讲科学；你想讲无赖，那我就跟你们讲法律。什么狗屁鲨鱼，老子今天就签给你看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要是不签，以后网箱出了问题，别指望村里管。强子，当初要不是你拿村里不管来吓唬我们能签吗？就是老孙，你还说人多力量大，现在鱼全死了，你赔我们吗？我真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，怎么就信了你们父子的鬼话？你们冲我喊什么？声大是陆渊关的，钢网是他建的，找他要钱去啊！你们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当初分钱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不也笑得挺开心吗？狗咬狗的戏码，我没兴趣看。够了，强子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当初是你们拿着全村的联名协议，逼着我出面让陆渊关机器的，现在出了事，你们还想赖账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声道关闭后的一切后果，由签字人自行承担。这儿跟陆渊没有半点关系。孙强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为了自己的破鱼，把全村人都坑了。你当初为什么非逼着大家拆声呐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乡亲们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啊！谁能想到真有鲨鱼进海啊？这是天灾呀！天灾？孙叔，鲨鱼为什么会进近海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死鱼？孙强，你家前几天是不是死了一大批鱼？我当时就闻到你船上有股恶臭。你胡说，那是正常的鱼腥味儿。因为有人把几百斤腐烂发臭的死三文鱼偷倒进了外海，是那些死鱼把鲨鱼引过来。你家前几天是不是死了一大批鱼？我当时就闻到你船上有股恶臭，是不是你们把死鱼倒进海里的？为了省那点处理费，你连全村人的命都不顾了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们别听陆成瞎说，他这是污蔑，他就是想把责任推给我。对，陆渊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盗死鱼了？捉贼拿赃，你拿不出证据就是诽谤。要证据是吧？瑶瑶，把前几天的监测记录调出来，让他们死个明白。这是前天晚上的数据，1号浮漂附近的水质氨酸指标突然爆表，同时伴有大量的腐败生物信号。那艘船是你家的？孙强，你个畜生！你不仅逼我们拆声呐，还把鲨鱼引过来害我们。赔钱！今天你们必须赔偿全村的损失，不然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拼了！
强，你今天必须把我们全村的损失赔了，不赔钱，老子今天就把你扔海里喂鲨鱼！哥，外海的鲨鱼群又回来了，而且速度比昨晚更快。又来了！完了，咱们的网箱还没修，这要是再来一波，声纳已经关了，鲨鱼随时会进城。没有驱滤设备，你们谁敢下海修网？谁敢去捞剩下的鱼？天马上黑了，不想死，立刻滚回你们的船舱里锁死舱门！这浪太大了，水底下黑乎乎的，谁知道那帮畜生藏在哪儿？可是网仓破了这么大个口子，再不修，剩下的鱼也全跑了。鲨鱼他们还在，哥，快回船上！他们现在连船都不敢下，再这样下去，剩下的网枪也保不住了。强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的鱼全完了，现在连门都不敢出。闭嘴！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。可是，难道就这么看着他们倾家荡产吗？走快点！当初是你们带头逼着拆声纳的，现在出了事儿，你们必须带头去求陆渊。放开我！我不去！陆渊啊，你开门吧！乡亲们都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听信谗言，逼你关声纳。现在大家的网仓全毁了，连下海修网都不敢，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！你行行好，救救大家吧！再不把声纳打开，咱们全村人都得喝西北风啊！陆渊，我们给你磕头了，只要你肯开机器，以后你只动我们绝不往西。陆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，先把机器打开吧。我的规矩不是磕几个头就能破坏。想让我重装声纳，可以，但在这之前，我必须把规矩立清楚。第一，所有人必须当众承认，关闭声纳是你们自己的责任，与我无关。我们承认，都是我们糊涂。陆老板，只要你肯开机器，以后你只动我们绝不往西。对，谁再敢砸机器，我们全村人第一个把他扔海里喂鲨鱼。第二，村长，你现在立刻维持好现场秩序。要是再敢闹事，或者听信某些人挑拨，这声纳，我宁可砸了，也绝不重装。凭什么让我们走？这平台建在村里的海域上，我们也有份儿。你可以留下，但如果鲨鱼冲破防线，我第一个把你扔下去喂它。我可以临时接管现场，组织重装声纳和防御。只要能把鲨鱼赶走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声导系统不是玩具，线路全被你们砸烂了，主板也烧了。关了再开，不是按个开关那么简单。那需要多久？需要什么材料？我们全村人一起上。材料我可以想办法调，但人工和设备的损失必须有人承担，所有人必须听我统一调度。谁要是再敢听信某些人的挑拨，擅自行动，那就自己去海里喂鲨鱼。陆渊，你放心，谁敢不听你的？我第一个把他赶出村子。你们俩躲什么？当初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不是说老板来收鱼吗？催我干什么？机器又不是我一个人砸的。既然要重装声纳，那就得有人掏钱。装声纳的设备、人工、材料，第一笔启动资金30万，这笔钱必须由你们俩出。30万？你抢劫啊！凭什么我们出？机器是你自己拉的闸。大家听听啊，这是趁火打劫，我们家的鱼也全死光了，哪来的30万？不出钱，声纳就没法重装。今晚风浪更大，这些死鱼味道已经散尽，大家就继续在船舱里躲着吧，看看你们剩下的网箱还能撑过几波鲨鱼。孙强，你少废话！当初是你逼大家签字的，这钱你不拿谁拿？对，赶紧拿钱！今天不拿钱，老子先把你扔海里喂鲨
真没钱啊，钱都投在鱼苗里了。没钱，那就先签欠条。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老孙、强子，今天这30万的欠条，你们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要是不签，从今往后，全村人不再替你们说半句话。你们家的死活，村里不管，你们自己去海里跟鲨鱼讲理去。我签还不行吗？这30万，我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齐。造孽呀！我们孙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哼，造孽，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赶紧按手印儿。瑶瑶，收好，这是他们欠全村的。现在，所有人听我调度，准备重装声纳。谁要是再拖后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现在。所有人不想死的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第一组，去码头把所有的强光手电筒搬过来。鲨鱼怕强光，我们要把这片海照得像白天一样。我去，我带人去搬。第二组，把船上的柴油发电机设备全部集中到网箱外围，我们要用高频震动干扰他们的声纳系统。第三组。开船把残存的网腔串起来，形成物理阻挡。船头朝外，随时准备撞击。兄弟们，跟我上船！你们俩去搬发电机，别想在这装死。凭什么听你的？还不快去！你想害死全村吗？哥，这能挡住他吗？今晚是一场硬仗。挡不住，咱们全村都得填海。开灯，全部开灯！下水，把功率开到最大！哥，备用电源快撑不住了！撑不住也得撑！把所有能用的蓄电池全接上！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要撞船了！救命啊！闭嘴！稳住发电机！要是断电了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！哥，新的驱离频段调试成功，信号恢复了，防线重新建立。陆渊啊，你救了全村的命啊！要不是你，咱们村今天就全完了。防线建好了，但以后的路还得大伙儿自己走。强子，动作快点儿！没吃饭啊！陆渊啊，这机器也装好了，鲨鱼也跑了，咱们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？以后大家还是好乡亲嘛。过去，账还没结呢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不是兄弟。备用声纳主机1台，20万。高强度钢绳和固定桩5万，人工和运输费5万，一共30万。按欠条上的规矩，现在立刻结账，少1分都不行。30万，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我们家现在连买米的钱都没了。陆渊，你他妈抽风了吧？我们家的鱼全死光了，哪来的30万给你？你这是敲诈！没钱，就拿你们的渔船、网枪和房子来抵。白纸黑字，容不得你们赖账。30万，你这是抢钱啊！我没钱，我们家已经破产了，鱼全死光了。你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卖了，也凑不出30万。陆渊，你行行好吧，我们家刚被鲨鱼毁了，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了，你这不是逼我们去死吗？乡亲们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们帮我们求求情吧！求情？你当初逼我们拆声纳的时候，怎么不讲同村情谊？要不是你们偷盗死鱼引来鲨鱼，又拦着不让我们打捞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们家破产是活该，差点害得全村人没命。
现在还想赖账，没门！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，这是你们自愿签下的责任。没钱就拿资产抵。老孙强子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，这事儿赖不掉。我给你们半天时间，今天太阳落山之前，要是拿不出30万现金，村里就强制执行，拿你们的养殖场、渔船和房子抵债。你们这是抢劫，是限制人身自由！我要报警抓你们！犯法，你报警试试，看看警察抓谁。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，全村人的损失是因为你们违规操作造成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老孙，强子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，这事儿赖不掉。我给你们半天时间，今天太阳落山之前，要是拿不出30万现金，村里就强制执行，拿你们的农制场、渔船和房子抵债。村长，不能啊！那房子是我们家最后的底子了，拿走了，我们一家老小住在哪儿啊？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老孙，强子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，这事儿赖不掉。既然你们拿不出现金，那就按村规办，拿你们的养殖场设备、渔船和房产做抵押。你们家破产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全村人的血汗钱必须有人来赔。今天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2艘柴油渔船作价10万，网桑区剩下的增氧器和投饵机作价5万，加上房产证抵押的15万，30万重装启动费结清。我的船啊，我的机器啊！你们放下！陆渊，你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呀！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！陆渊，你别得意，要不是你非要装那个破声呐，非要搞什么预警系统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这笔账我早晚跟你算清楚。算账？好啊，这30万只是重装声纳的费用。你们家半夜偷偷往海里倒死鱼，违规养殖引来鲨鱼的账，咱们还没开始算。你胡说八道什么死鱼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等我查清楚源头的监控，拿到水质检测报告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到时候就不是赔钱这么简单了。乡亲们，你们都被陆渊骗了，他跟村长合伙，就是为了抢我们孙家的家产。他那个声道根本就不值30万，他就是想借着鲨鱼的事儿把我们赶尽杀绝。抢你家产？这免责协议我签，要是出了事儿，我们孙家自己担着，绝不能找你陆渊要1分钱。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是我们孙家自己顶着。白纸黑字，全村见证。你签协议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抢你家产？现在出了事儿，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？那是你故意设套让我钻，你早就知道会有鲨鱼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签字负责，再敢带人来村委会闹事儿，我就直接报警。到时候你连站在这里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陆渊，咱们走着瞧。乡亲们，你们都被陆渊那个伪君子骗了。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张报价单，市面上的驱驴声纳顶配也就15万，他陆渊张口就要30万。剩下的15万去哪儿了？全进了他自己的腰包，他拿我们的救命钱去发横财。说完了吗？哼，怎么心虚了？陆渊，你今天必须给全村人一个交代，把贪污的15万吐出来。村长，这是声纳重装的所有采购清单，对公账户付款记录。还有厂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每一笔账清清楚楚。30万整，1分不差。厂家公章和售局的防伪码都在这儿。陆渊没拿村里1分钱回扣。孙强，你又拿假东西糊弄我们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
哥，之前那段模糊视频的高清原版恢复了，加上这份官方水质检测报告，证据链彻底闭环了。死鱼，他们把死鱼倒在了预警线附近。不仅如此，我取了那一带的水质监测数据，在他们抛洒死鱼后不到半小时，水域的死鱼腥味浓度超标了300倍。这就是鲨鱼突然冲进近海养殖区的真正原因。他们为了省处理费，把死鱼全倒进了海里。他们倒鱼的位置正好是洋流交汇处，死鱼味顺着洋流直接把外海的鲨鱼群引了过来。孙强父子真是好算计，自己养死了鱼，不仅想赖我的声纳上，还想借鲨鱼的手把全村的鱼都毁了。哥，这证据要是交出去，孙强父子不仅要赔偿全村的损失，还得坐牢。明天一早把这份视频发给村长，顺便钞票1份给海警。强子，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门都要被你拆了！咱们倒死鱼的事瞒不住了。陆渊那个王八蛋肯定拿到了证据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把证据交出去。只要声纳再出事，鲨鱼再冲进来，全村大乱，他就没空管死鱼的事儿了。强子，你拿这些干什么？你可别做傻事儿啊！这要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坐牢的。咱们家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做傻事儿？我是去救咱们家的命。今晚我就去把他的声大彻底废了，让他也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。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强子，风太大了，浪这么急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这要是被抓住了，可是重罪呀！回去？回哪儿去？回那个连屋顶都漏水的破棚子吗？你甘心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吗？爸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只要陆渊的声纳还在，咱们家就永远翻不了身，全村人都会把咱们当过街老鼠。可是他平台上有监控啊，咱们这么过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只要今晚声纳一毁，鲨鱼明天一早就会冲进网箱，到时候全村大乱，谁还有心思去查监控？只要毁了他，陆渊就是全村的罪人，咱们失去的房子、渔船全都能拿回来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。好，干了，死就死吧！哥，他真的来了，我们现在出去抓现行。坐下。可是主电缆一旦剪断，设备会受损的，那可是几10万的机器。让他剪。可是主板烧了怎么办？明天防线就全线崩溃了，全村人的网仓就又危险了。我早就切断了主电缆的实际供电，现在跑的是虚拟回路。它剪断的只是一根废线。把所有角度的监控都打开，咱们只需要把证据保存下来就行了。爸，你看好了，今天陆渊的平台绝对是一片大乱，声道一停，鲨鱼肯定已经进去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剪断了主电缆，灯怎么还亮着？因为备用系统在0.5秒内自动接管。你早就知道。你以为剪断一根线就能毁了整个防御网？孙强，你的愚蠢和你的贪婪一样可笑。现代科技的重于设计，不是你这种只会偷盗死鱼的流氓能理解的。喂，海警大队吗？我要报案，有人蓄意破坏近海养殖区的公共安全设备，
涉案金额巨大。陷阱，这都是陆渊设好的陷阱，他故意引我去的，他早就挖好坑等我跳了。乡亲们，他这是钓鱼执法，他想害死我，你们千万别信他的鬼话。没天理呀！陆渊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呀！我们家都破产了，他还不肯放过我们。谁说警察是来抓你的了？我只是报警说，昨晚有人捡了我的主电缆。至于那个人是谁，我可没提你的名字。你少装！你明知道是我，你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他刚才说是他自己承认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他想赖到我头上。我昨晚一直在家睡觉。我说过是你吗？你这么急着跳出来对号入证干什么？是不是你？警察会查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有人蓄意破坏近海养殖区的公共驱离声呐，涉案金额超过30万，这是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。警察同志，他血口喷人，他就是为了报复我们家，他想把我们赶出村子。对，我们昨晚一直在家睡觉，根本没出过海，全村人都可以给我们作证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？办案讲究证据，不能凭空捏造。凌晨2点15分，孙强驾驶无动力旧渔船停在平台浮桥东侧死角。2点17分，孙强戴着绝缘手套用撬棍撬开设备箱。2点20分，用液压钢丝钳剪断主电缆，整个过程1秒不差。你胡编乱造！你凭什么说是我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时间点我在那儿？你这是诽谤！我要告你！瑶瑶，放录像，让大家看看他昨晚是怎么在家睡觉的。孙强，你个畜生！你这是要害死全村人啊！生马要是停了，大家的网全得完蛋！假的，这是假的！陆渊懂电脑，这视频是他用 AI 合成的，是他把我的脸 P 上去的。现在网上这种技术多的是。对，现在的电脑技术多发达啊，什么都能造假。孙强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不承认，证据就不存在了？设备主板的底层运行日记：凌晨2点20分03秒，主电缆电压瞬间归零，备用系统在0点5秒后自动接管。这个时间差是直接写入硬件底层的，任何软件都无法改。它和监控视频里的断电时间精确到毫秒，完全吻合。除了电子数据，我们还需要核对物理痕迹，不能光凭一段视频就定案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今早拍的现场照片。电缆断口呈明显的 V 字形挤压痕迹，符合重型液压钢丝钳的切割特征。设备箱边缘还有撬棍留下的深度划痕。孙强，照片上的痕迹很清楚，你昨晚使用的液压钳和绝缘手套在哪儿？交出作案工具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没拿过什么钳子，我什么都没干，那视频是假的。昨晚逃跑的时候，你把那个黑色的帆布包扔在了自家渔船的底舱里，你以为没人看见吗？需要我带警察同志去你的船上搜吗？还是你自己交代？呼叫2组，去码头东侧孙家渔船底舱搜查一个黑色帆布包，注意保护现场。你这个逆子啊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糊涂事儿？你这是要把咱们家往绝路上逼呀！警察同志，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孙叔，别急着骂他，你们家干的糊涂事儿可不止这一件。今天咱们就把新账旧账一起算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3天前凌晨外海御景县附近的监控录像。这是当晚的水质取样报告。孙家为了省处理费，
违规倾倒死鱼，导致该海域死鱼腥味浓度超标300倍，这才是引来鲨鱼，毁掉大家网箱的真正原因。那是你们把鲨鱼引来的！你们还贼喊捉贼，让我们去碧鹿园观声呐！你们这对丧尽天良的畜生，还我们的血汗钱！退后，都退后，保持冷静，不要做违法的事情。孙强，你的伙计阿水在海上被海警救下，已经全招了。你涉嫌指使他人违规倾倒死鱼，破坏公共安全设备，现在需要带你回去调查。放开我！我没错，是陆渊逼我的。要不是他非要装生马，我们家怎么会破产？我就是想出口气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警察同志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平时就教育他要遵纪守法，他就是不听。这液压钱是他自己偷偷买的，死鱼也是他半夜开船去盗的。我当时睡得死死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们抓他，别抓我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当初是你让我干的，现在你倒退得一干二净。你现在想把自己摘干净，做梦，要死一起死！你疯了，快松开！警察同志，快拉开这个疯狗！偷盗死鱼是他出的主意，他说死鱼埋在村里会发臭，扔到外海神不知鬼不觉，还能省下一大笔处理费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嫌挖坑太累，非要开船扔海里的，你个不孝子！你敢诬陷你老子！你还说只要赶走陆渊，咱们家就能霸占这片海域，当村里的土皇帝。我那也是为了全村人好，破坏声大的事儿我可没干，是你自己拿的钳子。是你给我望风，你就在船上看着我捡的。孙海，你涉嫌参与隐瞒违规处理死鱼，并配合破坏公共设备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那3个网箱全毁了，那是我借高利贷投的钱啊！你们让我怎么活？揍他们，给咱们的死鱼偿命！今天非扒了他们的皮不可！都给我住手！打残了，你们准备卖几套房子赔医药费？打死了，谁准备进去替他们抵命？为了这种人渣搭上自己下半辈子，你们的鱼能活过来吗？值吗？他们造成的损失，警察会查，法院会判，该赔的钱1分都少不了。陆渊说的对，之前是因为我这个当村长的糊涂，被他们父子俩煽动了民意，差点酿成大错。孙海，你们父子俩把全村坑惨了，你们就是村里的罪人。今天咱们必须守规矩，谁也不许乱来，把他们交给警察。陆渊，叔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看在咱们同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跟警察同志说说，撤了案吧。你小时候叔还抱过你呢，你现在机器也没坏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爸，你求他干什么？大不了咱们赔钱，老子有的是钱。哼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你们拿死鱼宰我的时候，想过给我留生路吗？你们逼全村人拆生马的时候，想过给全村人留生路吗？你们往外海盗死鱼，把鲨鱼引进来的时候，你想过给全村人的网康留生路吗？你们往外海盗死鱼，把鲨鱼引进来的时候，你想过给全村人的网康留生路吗？带走吧，别脏了咱们村的地。就是这
种人就该把牢底坐穿。陆渊，叔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道个歉。我这个村长当得不称职，差点害了你，也差点毁了咱们全村生计。陆渊，对不住啊，当初我们也是被钱蒙了眼，跟孙强瞎起哄。要不是你，咱们这片海恐怕早就成了死海了。我庄生娜，不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有多对，只是为了保住这片海。如果大家真的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把这份新的近海养殖安全公约签了。第一，任何重大公共安全设备未经专业鉴定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拆除。第二，发现水质异常或死鱼，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查证，严禁私自处理。我签，我也签。以后谁再敢破坏规矩，咱们全村人第一个不答应。哥，你保住了这片海。你看，现在大家打捞都守规矩，再也没人敢为了抢价格提前下网了。孙强父子进去后，村里的风气彻底变了。规矩是靠教训换来的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守住了做人的底线。这片海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，科技从来不是用来掠夺资源的工具，而是用来保护自然的盾牌。只有敬畏自然，守住规矩，这片海才能永远给我们饭吃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让这片海成为所有人干干净净赚钱、堂堂正正挺直腰板的地方。哥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。这片海域会成为全省最好的生态养殖示范区。